想吃海鲜全靠捡，花蟹、肉蟹随你拿。姜葱爆炒海鲜餐，椰奶调料味真鲜。胖登今天实在受不住饥肠辘辘的小肚皮，于是拿着水桶和小刀，来到刚退潮不久的海边一探究竟。谁知没走几步路，一只脸部大小的花蟹随即映入眼帘。不过胖登很快就发现它一动不动，于是用小刀戳了几下。在胖登闷骚地撩动了几下之后，花蟹仍然毫无动静。胖登抱着宁吃错不放过的原则，随后便将其捡起来翻弄了几下，一闻再闻。胖登以多年吃货的身份，断定这只花蟹才刚刚寿终就寝，所以食用完全没有问题。就这样，这只花蟹成为了胖登今天的开门红。胖登今天选择觅食的地方真不错，一望无际的大海，伴随着清爽宜人的海风，绝对是野炊最佳的好地点。眼尖敏锐的胖登又发现了新猎物，一条伪装成礁石的小鱼，正一动不动地躲在浅水处，企图蒙混过关。谁知胖登拿出小刀戳了几下，小鱼发现伪装失败之后，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唰一声逃跑了。这条小鱼的游泳技术确实很好，可惜逃跑方向不对头，自己直接冲上了陆地。这就不能怪胖登心狠手辣了。随后一手按过去，便将其收入囊中。清澈见底的海水直接暴露了斑点蜗牛的藏身之处。胖登当然毫不客气，只管伸手索取便是。又有几只蜘蛛螺和玉螺躺在海底掩耳盗铃，不过最后还是在胖登手指撩动之下，任由他的随意宰割。这也没有办法，只能怪清澈见底的海水出卖了他们。即便像这只皮皮虾躲在礁石洞穴里，也没有办法逃脱胖登色眯眯的火眼金睛。皮皮虾眼看自己的行踪已经暴露了，于是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亡命出逃。可谁知胖登不讲武德，直接拿起小刀向皮皮虾拦腰劈了下去。时也命也，皮皮虾也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。这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，适者生存，勇者胜。这浅水区似乎是蜘蛛螺和玉螺的天下。胖登连续捡了好几个，终于能看见不一样的食物了。一只鸡蛋大小的蛤蜊随即被收入囊中。紧接着胖登又发现了一条小石斑鱼，正在安详地躺在礁石缝隙里冥想着什么。他用手指对着小石斑戳了几下，而小石斑立马将小水潭搞得泥尘滚滚，以企图掩盖自己的行踪。不过这样的小伎俩早就在胖登的预料之中。随后用手顺着礁石缝隙摸了过去，无所遁形的小石斑也只能乖乖就范一动不动，企图等待胖登的从轻发落。果不其然，胖登最终还是选择了将其放生。看来胖登的良心还是没有完全泯灭，为了能弥补损失，他还是继续寻找其他的美味食材。一路见到的玉螺也一一进收桶中。突然胖登发现一处海沙的颜色有异样，于是用小刀轻轻地拨开海沙一探究竟。随后海沙不停地冒起泡来，旁边拍摄的摄影师没能忍住好奇心，直接上手去挖开海沙。短暂的硬挖刨坑，胖登他们又得到了一只鹅蛋大小的蛤蜊。而像扇贝和普通海螺的贝壳类海鲜都是少不了，因为退潮后的海滩到处都是。为了检验海螺是否空心，胖登直接拿起海螺往礁石用力砸了几下，海螺壳立马分崩离析，以肉示人。突然胖登发现有2条小鱼在浅水区卿卿我我的交谈人生。为了暂时不惊吓到它们，于是胖登绕到小鱼的后方，突然来了一下猝不及防的石头袭击。一块榴莲大小的石头重重地砸在这对小情侣的中间，被砸到懵逼的小情侣依然原地不动。等到胖登的手触碰到他们的时候，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有敌人来袭。不过此时他们想逃跑已经为时已晚，纷纷落在胖登的监狱里。所以说还是像我这样的单身狗好，听君一席话，莫要到处撒狗粮。不过打脸的节奏来得如此之快，一条单身狗的斜纹炮弹鱼即便躲在礁石缝隙里，也同样被胖登发现了。尽管他2次成功逃脱胖登的恶魔之手，并且也不负斜纹炮弹鱼的名讳，瞬间逃离这个是非之地，躲得远远的。
可谁料胖登有锲而不舍的精神，一路尾随，最终斜纹炮弹鱼也难逃胖登的法网。临终时还感叹道：“我还没有交女朋友。”随着胖登觅食越发深入，突然在一处大礁石洞穴里发现了一只目光凶狠的大螃蟹。调皮的胖登还故意用小刀逗了一下。谢哥当然知道这家伙来者不善，立马举起手臂，张开双前，有一种视死而归的架势。胖登移开挡在螃蟹前面的石块，接着换上一只夹子上前与其博弈一番，试图要以家敌家之势。不过谢哥最终还是没能胜出，就遭到了制裁。而躲在另一块石缝里谢哥的大表哥也未能幸免。这次大表哥的遭遇，更是遭到胖登与摄影师两人的双重夹击，一人一边一前，玩得不亦乐乎。当大表哥双前被牢牢拿捏死之后，他清心寡欲的好日子就到此为止了。一招双龙出海，便把大表哥从缝隙里揪了出来。谢哥与大表哥终于可以一家团聚了。胖登似乎对现在的收获还不满意，还继续在礁石附近四处搜捕美食。即便像这只隐藏在礁石深处的小蟹妹，也未能幸免灾祸的降临。不过这次小蟹妹确实隐藏得够深，以至于胖登需要挖地3尺逼其就范。不想听天由命的小蟹妹并没有坐以待毙，她还是做出了身为谢氏家族的尊严予以还击。正所谓双拳难敌4手，在人类左右开弓之下，小蟹妹最终还是败阵下来，任凭发落。随着小蟹妹的落网，迎接海鲜同胞们的便是一个火堆和装满水的大铁锅。熊熊的烈火在不停地为海鲜同胞们煮水沐浴。断了一臂的谢哥首当其冲是水温，大表哥也紧随其后。正所谓有难同当一起嗨。不过胖登嫌弃速度太慢，于是端起水桶，直接来了一个与民同乐。滚烫的热水使得海鲜同胞瞬间失去活力，切肤之痛唯有来生体会。正当胖登等待美味海鲜大餐的时候，一位戴着草帽的老者也闻香而来。老者一来便顺势加入战斗，添柴烧火当仁不让，嘴里还不停地叨唠着，像烧火这样的繁重工作就让他来吧。经过10来分钟的开水洗礼，锅中全部海鲜的精神面貌都焕然一新，既没有之前调皮躁动的肢体语言，同时全部成员也新装上阵。而胖登则为下一道烹饪工序做好准备调料，去腥的葱蒜辣椒必须有，增鲜的柠檬和西红柿一个也不能丢。烧开热油，倒入调味料，胖登一边搅拌防止烧焦，而老者则加大火力继续猛烧。等调料煮得差不多的时候，全部海鲜便尽数倒入锅中，开始添味增鲜。胖登为了达到色香味俱全，于是再往锅中加上些许蚝油和椰奶。其实滚烫的汁水调料早已把海鲜们烫得皮开肉裂。率先张开嘴巴的隔离先生预示着本人已熟透，请自便。一盘满满当当的豪华海鲜大餐就此完工。老者更是毫不客气的迟来先上岸，直接拿起一只蜘蛛螺，张口就来。鲜嫩的肉质确实美味可口。而早已饥肠辘辘的胖登也来了一只小扇贝，这样摇摇头的表情，难道不好吃吗？当然不是。两人不停地吃着海鲜大餐，越吃越过瘾。可怜的摄影师还在望梅止渴。胖登每当吃起美食，什么形象仪表全部丢一边去，填饱肚子才是唯一的选择。嘎嘣脆的咬蟹声，吸食海鲜壳内的汁液声，以及喝托盘汤汁时发出的吞咽声，都充斥着海滩的四周围。无敌的海景，醉人的食物，真叫人欲罢不能。原来快乐就是这么简单。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方式，你们向往吗？欢迎在评论区说说您的看法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我的视频点个赞加关注，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。